相信很多朋友想了解原神 5.0 加入的捕获明光机制。我最开始以为这个机制只是简单的提高了 UP 概率，后来又推测 UP 概率随当前连歪次数上升而上升。但捕获明光的实际机制还要更复杂，通过一段时间的拆解，目前已经找到了一部分规律，有了阶段性的结论。如果你想了解 5.0 前已有的抽卡机制，可以参考我以前的视频。要进行分析，先得有数据。本次分析的数据由2部分组成，一部分是来自飞小球的导出数据，数据量大，但是没有标注是否捕获明光；一部分是由孤胆飞客和 Biyaki 人工统计的数据，数据量小，但是有标注是否触发捕获明光。感谢他们的数据收集工作。先看飞小球的导出数据，可以发现 5.0 版本后有4种情况下一个小宝底必不歪。1. 此前连续3个小宝底都歪了。2. 此前5个小宝底为歪歪不歪歪歪。3. 5.0 最开始的2个小宝底都歪了，下一个必不歪。4. 5.0 最开始的4个小宝底为歪不歪歪歪，下一个必不歪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以上表述中的小宝底均指 5.0 版本后触发的，如果在 5.0 前歪了，然后在 5.0 版本再触发大宝底，不算 5.0 后歪的次数。接下来看人工统计的视频案例，会发现1. 没有上一次小宝底不歪，下一个小宝底还触发捕获明光的情况。2. 没有 5.0 后第一个小宝底直接触发捕获明光的情况。3. 存在连歪了1次后就触发捕获明光的情况。OK， 看到这里，相信各位观众已经注意到了，有一个模型和以上现象不冲突。设有一个计数器，计数器的最低值为0， 5.0 版本后计数器初始为1，小宝底歪了则计数器加1，没歪则计数器减1。若计数器值为3，此时下一个小宝底必不歪，同时计数器重置为1。推测当计数器为3时，再抽一个小宝底，必定触发捕获明光动画。如果将这个计数器模型应用于全体数据进行检查，可以发现数据中当计数器为3时，下个小宝底均不歪，收集数据中没有找到反例。这下就建立了可以判断下个小宝底是不是100%不歪的实用模型。不过这个模型是不够完全的，缺乏对于不是100%不歪情况的描述，如连歪了1次后就触发捕获明光的情况。这类情况存在，但不在模型描述范围内。或许在计数器值为1或2时，小宝底也有一定概率触发捕获明光，但当前收集的数据有限，同时有较大采样偏差，还难以建立完善的模型。那么刚刚提出的计数器模型等效的小宝底概率是多少？我们把概率往低了算，忽略歪1次后就触发捕获明光的可能，假设计数器不为3时 UP 概率为 50%。通过一点小学数学，列线性方程组解平稳分布，可以计算出平稳状态下等效于 54.55% 的 UP 概率。而如果统计飞小球数据中 5.0 后获得 UP 角色超过14个的玩家，他们 5.0 版本后小保底 UP 概率为 57.5%， 比计数器模型的等效 UP 概率高一大截。这部分概率差额，一方面是因为计数器模型忽略了一部分可能捕获明光的情况，一方面是有统计的系统偏差，所以仅靠现在的模型还不能弄清楚捕获明光的实际等效 UP 概率，只能说应该大于 54.55%， 但究竟比 54.55% 高多少，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。根据当前粗糙的模型，也可以有一个推论，即 5.0 更新后最差的情况是不断重复歪歪不歪，运气最差的玩家在 5.0 后小保底歪率也难以突破2/3。综合本期视频的内容，捕获明光这样的设计确实可以大幅减少极端坏运气的占比，不过需要玩家在 5.0 版本后抽一定数量的5星，其效果才得以体现。最后，当前的模型还不够完善，若要完全拆解捕获明光的机制，现在的数据仍是非常有限的。希望朋友们可以去飞小球上传并选择公开抽卡记录， 5.0 后越长的记录越有价值。也欢迎玩家在各个平台上传自己触发捕获明光前后的抽卡视频，并提供对应的抽卡记录，特别是若发现和本视频模型不符的情况，这对完全解析捕获明光机制很有帮助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如果觉得有用有意思，可以点赞、收藏、转发。我是一棵平衡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